小姐，夫人快过来了，你要不坐正一点点？正不了，这秋千本来就是歪的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别吵，让我躺会儿。你摔下来怎么不叫啊？叫了就得起来，不起来就不用上娘亲的规矩课。这笔账你算不明白。林仙仙，给我起来练字。听不见。你爹在南疆拼杀，你就是这副德行。我爹拼杀就是为了让我能躺着，不然他拼杀图什么？你是侯府嫡女，整天躺着像什么话？娘，您换个角度想，我躺着也是嫡女，又不会跑，躺着还省粮食，比那些整天惹事的千金划算多了。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，传圣旨。圣旨？宫里饭菜是不是更讲究？等会儿老实跪着，不许乱说话。知道了，娘慢点，我鞋要掉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南侯府嫡女林仙仙系出名门，温婉贤淑，特赐婚。九王爷顾书言，3日后完婚。钦天监推算，九王3月内若无转机，恐有大恶，望心腹冲喜，以续天命。此我的女儿。九王爷，那可是个病秧子，听说活不过几年了。这不就是送咱们小姐去冲喜吗？你爹在南疆，这可怎么办？圣旨难违，可你妹妹她……娘，圣旨难违，我来操办。哥，九王府是不是比咱家更大？厨子是不是更好？王府的厨子是御膳房出来的。我家。林小姐果然如圣旨所言，温婉贤淑。我女儿疯了！仙仙，你清醒点，是去冲喜。那九王爷病的一，王府大，能换着花样躺着；二，嫁过去没人逼我练字绣花；三，他若真去了，你妹妹我就是有钱的寡妇，一辈子躺着都没人管。这门亲事我嫁定了。大人，圣旨已下，九王娶的是镇南侯嫡女。林啸天的女儿很好，继续盯着，看看这位新娘子是聪明还是蠢。顺便把雁门关粮草的旧账再理一遍。另外，传信给北狄那边，告诉他们那批香料的价格今年再提3成。镇南侯挡了我们多少财脸，这笔账迟早要算。病秧子配傻丫头，皇上这步棋是在保他弟弟，还是在害我？太后，你儿子和你一样不识抬举，你欠我的，我会从你儿子身上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到了那边，收敛些性子，别丢侯府的脸。说是受了委屈。快走吧，别误了吉时。哥，我跟你说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我袖子里藏了桂花糕，够吃3天，还藏了一把弹弓，谁敢欺负我，我弹他脑门。你呀，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哥哥都在。镇南侯府永远是你的家。新娘子该走了。出口之后却更失落，也会更难过，这又是何苦呢？自问到底舍不舍得，舍不舍得爱一瞬兜着。谁说谁？比娘的白玉镯还白，
但是好凉，这人的手怎么这么凉？一拜天地。这男人病得不轻啊。二拜高堂。啥意思？他爹娘也不在了吗？夫妻对拜。小心。他刚才是在提醒我，一个病得快死的人，还有心思管我的盖头掉没掉。送入洞房。让王妃久等了。王爷您快歇着，臣妾不打扰。这枕头下面是什么？有劳王妃了。这男人长得是真好看，可惜是病秧子。但刚才帕子上那抹红是真血吗？这男人长得是真好看，可惜是病秧子。但刚才帕子上那抹红是真血吗？杨柳地，远方烟雨，情人烟雨，花转人未起，是谁在花岗断语？他也看这个，病秧子看风流画本。杨柳地，花未如你，天作佳语，浓淡总相宜。不能想，千万忍住。与你相遇。指尖是热的，他在装病。王妃别装了，方才那本画本剧情尚可，就是王府规制写的不对，正殿应该在东边，他写成了西边。你刚才给我盖被子了，是故意让我发现的？本王还以为要多费些口舌。你到底有什么病？是真病还是装的？半真半假，咳嗽是真的，咳血是装的。对外是痨病缠身，命不久矣。我能回娘家吗？不能，圣旨已下，你已经是九王妃了。所以你需要我帮忙演戏，更要一个理由，一个介入朝堂对抗宰相的理由。娶了你，我就有了介入边关军务的资格。等等，你选中我是不是因为我懒？也不完全是，因为你不多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就谈谈条件。我帮你可以，事成之后月钱翻倍，没问题。我每日要4时起床，不允许打扰我。成交。每日4菜1汤都要有肉，可以。还有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许瞒我。尽量。我帮你演戏，你别管我睡觉。晚安。他刚才那声闷哼是真疼，不是在装。把他被子盖好，别让他着凉。千万缕酸楚在你泪滴滑落，我是放逐。王爷，几个人？一个身手不弱，没追上，但他留下了这个，有毒。方向是宰相府，属下识得这毒，是西南边陲的3日醉，重者3日内如醉酒般昏睡，而后五脏衰竭，无药可解。
这南侯在南疆平叛时曾缴获过一批是军中特有的毒。他不仅要试探，他是想直接要他的命，再嫁祸给岳父的军中毒药，一箭双雕，够毒的。王爷，要不要告诉王妃？不必。从明日起，王妃身边加派人手，不得少于2人，明哨一个，暗哨一个。另外，把这个处理干净，别让他知道。我装病多年，只剩3个月，不能让他坏事，更不能让他因我而死。他没病，有人要杀我，他让人处理掉，却不告诉我。他装病多年，只剩3个月，他娶我是利用我。利用就利用吧，但我的命我自己攥着。我要搞清楚，谁才是真正想让我死的人。王妃，王爷他咳血了，好多血，你快去看看。他那是装的。啊，您说什么装的？王爷，您怎么了？怎么又咳血了？臣妾这就来。王爷这演戏也太用心了吧，真的是演技派的。小姐嫁过来才1天，怎么比在侯府还奇怪了？昨夜之人是宰相府暗桩，宰相已知婚事，已派人去了雁门关方向。另外，内线传回消息，宰相在秘密搜集侯爷的罪证。还有一事，似与县太后有关，属下还在查。故事几经辗转未落笔，一幕幕曾。王妃，王妃呢？王爷，您怎么了？臣妾才离开一会儿，怎么就又咳血了？不是装的，至少这脸色装不出来。王妃，老奴是太后宫里的，太后听闻王爷昨夜又咳血，特命老奴前来探望。劳烦嬷嬷回禀太后，臣妾一定好生照料王爷，王爷他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忍住，演完这出再吃，忍住。王妃也要保重身子，王爷体弱，经不起折腾。王妃，待本王极好，本王这几日咳的都少了。你这演技还得加强。我是说，咳血太多，容易让人怀疑你不是痨病，是中毒。太后的太医一来，一验就露馅。你懂这个？我爹教过我，战场上装死真死的区别，咳血的人是真伤还是装的，闻一闻血腥味就知道。真痨病咳血不会只有那么一点。你说的对，是我疏忽了。方才你演得很好，你扑过来的时候，眼神一直在我身上，没有看点心，进步很大。我那是饿的，没力气看。说吧，从今日起我学什么？学怎么在宫里活着。从今日起，本王教你演戏。那我的月钱给你3倍。师傅请讲，但先告诉我，你这伤是新的还是旧的？不影响教你，专心。怎么样？太浮夸，你这是在咳血，不是在杀猪。真咳血的人会先感到胸腔发甜，然后是铁锈味涌上喉咙。你尝过那种味道对吗？铁锈味。记住这个描述就够了，铁锈味。他没说没有，他只是不回答。停，病人不会回头看有没有人注意，他们只会计算从这儿到最近的墙有多远，万一撑不住了，可以扶那里。小姐照顾王爷，把自己也熬虚了，得让厨房炖点参汤。今天最后一课，练眼神。在人前，你要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要让所有人相信你深爱你的病夫君。不行，你板着脸太好笑了，你能不能说句好听的话？这不是在说情话，这是在演戏。那也得入戏吧。完了，我在看他睫毛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你昨晚让人处理的那枚毒箭。笨，这不是等于告诉他我昨晚全程醒着？
你昨晚都听见了。我装睡的本事比我装病的本事好吧？你既听到了，所以你怕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月前泡汤。明日皇后要传你进宫，这是你第一次单独演戏。皇后是什么样的人？她会为难我吗？皇后仁厚，不会为难你，但沈若兰可能会在场。沈若兰是谁？宰相的侄女，几年前宫宴见过本王一面，之后便缠着他叔叔要嫁过来，本王以病为由推了。所以她不只是帮叔叔，她自己也想当九王妃。是，那枚毒箭极可能是从她手里流出。放心，真要被下毒，我就装，比你咳的还厉害，让他们分不清谁才是中毒的那个。对了，你那本画本《王府正殿》到底应该在哪边？东边。记住了，下次看的时候我会帮你核对。怀着落脚的难离，为何却断了情伤了心？看着你的眼睛，问出我的表情，一句不想分离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快起来，九王妃生的标致，九弟身子不好，辛苦你了。谢皇后娘娘关心，臣妾不辛苦。只是每听到王爷咳嗽，都怕下一次就会。听说王妃在家时不学琴棋书画，想来是将门出身，不擅长这些精细活吧？伺候病人光有蛮力可不行。她不是单纯和我抢了位置，她是真的想嫁给顾舒言，被拒绝了这么多年，怨气早就积成了执念。沈姐姐教训的是，臣妾愚钝，不会别的，只会守着王爷。王爷说只要我在，他就不觉得疼。辛苦了，来喝杯茶润润喉，这是上好的雪山云雾，寻常喝不到的。多谢沈姐姐，这茶果然好喝。说起来，王爷的咳病，臣女听说需要用特殊药材以毒攻毒才能见效。说起来，王爷的咳病，臣女听说需要用特殊药材以毒攻毒才能见效。只是药性相冲时，病人会格外痛苦，甚至神志不清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，先让我中毒，等我神志不清出丑，再以市集不利的名头取代我。好算盘，可惜今天出门多带了5层帕子。娘娘，臣妾有个不情之请。王爷常说若兰姐姐知书达理，见识非凡，臣妾想请若兰姐姐过府小住几日，也好教教臣妾如何照料病人。难得你有这份心，若兰，你意下如何？王妃妹妹盛情，若兰岂敢推辞？那是若兰的福气。想给我下毒，那就到我地盘上来，看谁先毒死谁。你也累了，下去休息吧。第一天进宫就被下毒，差一点就着了道。这个沈若兰心思缜密，下手狠辣，但有一点很奇怪，她看我的时候不全是算计，还有恨。那种恨不是对九王妃的恨，是更私人的。她和顾舒言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回去得好好问问她。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那位是九殿下，体弱多病，不常出门。小姐别靠近，小心过了病气。
我等了11年，从6岁等到17岁，我让他叔叔去提亲，他说不想耽误人家，他连见都不肯见我一面。后来他娶了林仙仙，一个整天只知道躺着什么都不如我的女人，他居然对她笑了。我看见了，那天在宫里，他看他的眼神和我看他的眼神是一样的，我不甘心。既然我得不到，那就谁都别想得到，他只能是我的。如果活着的他不要我，那死了的总该是我的了吧。你看看这个，燕燕，什么毒？3日醉，和昨夜那枚袖剑上的毒一模一样。所以是同一批人。沈若兰和宰相果然是一伙的。你不会喝了吧？我没喝，全在这帕子上了。不过我邀请他去王府小住了。你疯了，把他放进府里？他给我下毒，计划失败后一定会再找机会接近王府。与其被动防备，不如把他放在眼皮底下。而且他喜欢的不是我夫君，是九王妃这个位置，那就让他看看这个位置坐着有多硌屁股。他越失控，露出的马脚就越多。你分析得很透，但他对你的敌意不只是位置，还有我。哦，几年前宫宴上，他远远见过我一面，那时我还没病到卧床不起。后来他通过宰相向皇兄提过亲，被我拒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记着。难怪，那他现在更是新仇旧恨了，挺好，恨意越深，破绽越多。你不吃醋？吃醋？我连你装病都忍了，还吃这个醋？再说了，你拒了他的亲，娶了我，这不比什么情话都好使？对了，那3日醉的解药你有吗？有，岳父当年缴获毒药时也缴获了解药配方，太医院里一直封存着，但我不能让人知道你有解药。那就让他以为我中毒了，明天开始我也病，看谁演得过谁。演戏太累了，回去睡到明天中午。等等，你的手没事吧？端杯的时候指尖沾到了。是3日醉的皮肤接触反应，量极小，不致命。但太医说过，此毒微量入血，3日内上侧肢体可能麻木。你右手的知觉这几天要留意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多大点事儿，比这更毒的我都见过。我爹战场上中的毒箭，那才叫要命。你随身带解药？从娶你那天起就带着。沈若兰进府后，你打算怎么做？让他以为我快毒发了。千万要保护好自己。王爷，雁门关传来急报，侯爷的粮草账册房昨夜失火，全部账册付之一炬。好个宰相，动作真快！告诉岳父，让他放心，我这边会接应他的，盯紧他。他既然进了府，就是现成的人质，必要的时候不用留手。你父亲那边可能出了麻烦，粮草账册房失火，全部账册被烧。我爹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烧掉的肯定是副本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爹教我射箭的时候说过，永远把最后一根箭藏在靴子里。他带兵20载，不会不懂这个道理。顾淑妍，我们是盟友，我要知道全部真相。包括那枚毒箭，包括你的伤，包括你接下来要做什么。3天前，夜探宰相府中了埋伏，不是病，是箭伤。娶你是为了兵权，是为了理由，也是为了保护你爹。宰相已经开始动之南侯了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那之前的条件要改。怎么改？你说。月前5倍，单独小厨房，自由出入王府。事成之后，我要我爹平安，还要你教我这世上所有保命的招数。没问题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还有，以后再有事不许再瞒我。那枚毒箭的事，再有下次，月前10倍。10倍？你知道10倍是多少吗？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不瞒你。行。
那我先回去睡觉，明天沈若兰入府有的忙。林仙仙，对不起。等我爹平安回来，再接受你的道歉。他比你想象的要记仇的多。利用就利用，但我爹在边关拼杀，我娘在家垂泪，我哥随时准备拔剑。我不是来当寡妇的，我是来当侯府的女儿的。沈若兰，你再敢动我，下次就不是泼茶了。沈若兰搬进来了，西院离书房远，离我的院子更远，安排的不错。让他送，送的越多，他越摸不透。对了，明天太后召我进宫，府里你盯紧些。小姐，太后会不会为难你？为难是肯定的，但比起沈若兰的毒茶，太后至少不会当场要我命。怕什么？等等，如果太后留你用膳，任何入口的东西，先用这个试。知道了，啰嗦。银针试不出的毒，她能试出。我在宫门口等你。太后今日见了王妃，很是喜欢。太后还说让九王妃明日再进宫一趟，她想单独留王妃用膳。王妃近日施酒劳累，可否改日？太后说了，就明日。太后是想看看我是真傻还是装傻。今天光说话不够，明天还要在饭桌上接着审。你不能去，太危险。放心，我连皇后都能应付，太后也一样。实在不行，我就装晕。你的手已经不怎么麻了。太医说了，3天就好，明天正好第3天。太后用膳的规矩多，每道菜都人先尝，但那只能是银针试得出的毒，银针试不出的瓷瓶里的药粉能试。记住，任何入口的东西先沾一点。知道了，我有5层帕子，够洗一桌茶水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明天我在宫门口等你。参见太后，太后万福金安。抬起头来，听说你进宫那天在皇后那里喝了若兰丫头的茶，回去就病了。回太后，是臣妾体弱，怨不得沈姐姐的茶。你倒是会说话，九王的病可有起色？太医说王爷的身子须得慢慢养着，臣妾日夜守着，不敢有一刻松懈。你父亲是镇南侯，你哥哥是禁军统领，你在王府就不觉得委屈？太后，臣妾在侯府时，母亲常说臣妾不争气，只会躺着。嫁进王府，臣妾还是只会做一件事，守着王爷。王爷好，臣妾就好；王爷不好，臣妾就守着到他好，不委屈。当年哀家入宫时也说过差不多的话，你倒是个实心眼儿的。去吧，好好照顾九王。太后那双眼睛比皇后的还厉害，好在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守着她不假，只不过不是守在病榻旁，是守在战场上。太后说什么了？说你娶了个实心眼的傻媳妇儿，
我过关了。王妃姐姐，妹妹做了些桃花糕，特意送来给您尝尝。王爷也在，那正好。多谢若兰姐姐，姐姐费心了。姐姐尝尝这茶，配桃花糕最好了。姐姐手好稳，看来身子大好了。托姐姐的福，好多了。没下毒？不对，她今天太高兴了，好像已经得手了一样。够聪明的，不给我吃，不给我喝，给我一块帕子。我擦嘴的时候，毒就粘在嘴唇上；我蘸茶验毒的时候，毒就融进水里，然后我碰到了水。你换招了，我也换。去请太医，就说我的手又不小心烫了一下。王爷，王妃这手上的毒与之前指尖所沾为同一种，3日醉，此次量稍大，通过皮肤吸收，虽不致命，但3日内王妃的右手可能会失去知觉。3日后呢？3日后毒自解，但这3天内右手不能用力，不能握物，更不能拉弓。你上次说用帕子接住就没事，这次呢？这次是他换招了，不给我吃，不给我喝，给我一块帕子，够聪明的。我大意了，接了他的帕子。我去找他，以投毒罪拿下。你去找他，他就知道我们没中招，让他以为我已经半身不遂了。后天不是有场赏花宴吗？那时他一定会再动手。皇后在场，百官家眷在场，到那时我会让他自己跳进水里。后天，可你的手还没有恢复。那我就用左手，实在不行，我就撞进你怀里，让你接住我。胡闹！你们都听说了没有？王妃的手动不了了，饭都吃不下了，整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。王爷都急得咳血了。小姐，说，奴婢打探清楚了，王妃的手确实废了，连茶杯都端不稳。3日醉，3日废。赏花宴那天，她连站都站不稳。到那时，九王妃的位置该换人了。妹夫，出来！粮草账册被烧，消息是从京城传出去的，是不是你王府走漏的风声？哥，你来干什么？给你撑腰，顺便问个清楚，那个病秧子呢？让他出来见我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不小心烫了一下。烫了一下，缠成这样，你当我3岁小孩？大舅哥来了，有事远迎，恕罪。我妹妹的手怎么回事？沈家，沈若兰用浸过毒的帕子暗算了她，右手3日内不能用力。你们俩怎么都成这副鬼无样了？本王体弱，连累了王妃。少跟我装！
你这伤是剑伤，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跟我妹妹到底在干什么？我没恶意，坐下说。粮草账册被烧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爹在边关传回消息，说宰相的人在查他的通敌证据。你们这边是不是也在查？是，此事数日前已收到密报，岳父早有准备，烧掉的只是空本子，侯爷不会有危险。王妃为此受伤了。那行，妹夫你好好养伤，我回去复命了。有什么事儿，镇南侯府还在。这俩兵秧子凑一块儿，也不知道谁照顾谁。沈家敢动我妹妹的手，这笔账先记着。后天是赏花宴，仙仙那性子不会善罢甘休，得让人盯着沈家那边。我哥看出来了，你那伤。他没点破，就是信了。他拍你右肩，是把你当自己人了。我哥不拍他看不起的人。王爷，王妃姐姐，若兰熬了些补气汤，特意送来。姐姐请进，门没纱。王爷的气色似乎比昨日更差了，臣女看着实在心疼。本王这身子，怕是时日不多了。王爷说哪里话？只要好生静养，总会好的。他是来看我们还能撑多久的，静养，养着养着就没了，对吧？这碗里他又是3日醉，他等不及了。宰相府那边也该收网了，他越急，露出的破绽就越多。那就让他以为我们快完了吧，我们演一场病入膏肓，让他自己露出马脚。沈若兰近日带了4个侍女，其中1人袖中有短刃，皇后已经在凉亭就坐。王妃姐姐身子还未大好，若兰扶着您，您可千万小心，湖边路滑，别摔着了。来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沈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自己跳下去的，你的手都……这是谁报的去世？沈若兰方才那半句话，你去查查九王妃的手是怎么回事。是，传我的话，沈若兰不能再留了，把她送回宰相府，让她叔叔自己管教。手快好了，沈若兰也滚了，一箭双雕。很可爱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这位便是九王妃，在下刚从北境回京述职，久仰九王威名。王妃果然与传闻不同。王妃，我伤口疼，扶我一下。将军见谅，王爷身子不适，我们先失陪了。九王病得不轻，九王妃倒是情深意重，可惜了。你是真疼还是装疼？都有，方才是真疼，但那个人的眼神让人不舒服。你刚才那一步是在吃醋？本王只是伤口疼，你扶稳一点。
今日表现不错，一箭双雕，赶走了沈若兰，又在武将面前演足了戏。你也不差，伤口疼演的，差点把我也骗了。我没演，那时候是真疼。你撞沈洛香那一下，我也跟着紧张，扯到伤口了。伤口疼还揽那么紧，怕你摔，也怕那个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你看。你心跳好快，是伤口疼的吗？你压到我伤口了。对不起。王爷、王妃到了。没出息。掌柜的，我不是来买纸的，我是来问纸的。进来吧，快说，说完就走。这纸是你们铺子出的吧？云纹间去年11月才出的新品，姑娘问这个做什么？去年11月之前，市面上有没有同样的纸？没有，这纸的纹路是我家祖传的方子，别人仿不出来。那如果有人说3年前就用过这种纸，您怎么看？那是骗子，3年前这纸还没做出来呢。姑娘，你这是……掌柜的，你有2个选择：一，告诉我实话，拿着这张银票带家人离开京城；二，我弹碎您家招牌，然后让官府来查。您猜宰相府的人会先到，还是官府的人会先到？你是哪家的？您不用知道，您只需要知道，能说出云文剑去年11月才问世这句话的人，不会随便弹人家招牌。这是底单，每一批纸的买家、数量、日期都在上面。那个让你来查的人，是不是那个通敌信的事儿？去年11月，第一批云纹针买家是墨香印坊，墨香印坊的东家是宰相府管家的亲侄子。掌柜的，这账册借我抄一份，今晚之后离开京城，越远越好。走？我一个老头子能走到哪里去？这是城外一处庄子的地址，我的人会在那里接应你，你家人也可以一起走。姑娘，那些人会杀人的。我知道，所以你要快。掌柜的，您今晚给的东西会救很多人，谢谢。什么时候的事？昨夜，我们的人赶到时，他已经……账册是他亲手给我的，他知道交出来会死。他知道，他还是交了。姑娘，这本账册在我手里压了10几年，我每晚都做噩梦，梦见那些人拿着刀来问我，梦见我孙女问我为什么不说实话。现在我不怕了，你拿去吧，替我告诉那些人，云纹坊的纸不是用来写谎话的。他孙女呢？已经送出城，让他上学，别让他的爷爷白死。信的落款日期是3年前的6月初8。云纹坊的出货记录显示，这批纸去年11月才造出来。3年前的纸去年才造出来，这封信
是假的。沈家商号每年多跑2趟燕山关，而那2年雁门关的粮草正好短2成，不是贪墨，是节流。宰相府有一笔香料采购，金额和消失的粮草价值吻合。那间铺子恰好是宰相府香料生意的分销点，粮草换香料，用大梁的军粮换北狄的香料，香料入关卖出高价，利润进宰相私库。找到了，你自己看。粮草换香料的资金链，吏部婚书和香料铺子的利益书房，你翻了多少卷宗？你这书房里的我看了一大半，加上户部、吏部的存档，大概300多卷吧。为什么这么拼？因为我爹在边关每天都有丢掉性命的危险，而有的人在用他的命换钱，这种事不能忍。回大人，九王与王妃皆卧床不起，属下买通的王府下人回报，九王连日咳血不止，王妃也已病倒，药渣子里闻到了3日醉的味道。那丫头果然中毒了，很好。明日早朝，我要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弹劾林啸天3大罪。叔父，明日之后九王会怎样？会彻底失势。到时你若还想嫁他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。6岁那年，廊下惊鸿一瞥，聚婚时轻描淡写，林仙师那张笑眯眯的脸。叔父，请准许若兰随您一同进宫，我要亲眼看着林仙师和他那个病秧子夫妻跪在我面前。也好，但记住，不许再失手。你教出来的好儿子，和你一样会选人。影子，传令下去，明日早朝，贾氏暗中围攻，若有变故，先杀九王。怎么还没睡？睡不着，你呢？我也睡不着。带着，万一用得着。你留着防身。我还有弹弓。顾舒言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许死，不许死。答应你的事，我一定做到。你要是活着回来，我给你做顿饭。你会做饭？不会，但你可以教我。走吧，该去会一会宰相了。好。我不死的前提是你安然无恙。陛下，老臣弹劾镇南侯林啸天3大罪：其一，通敌叛国，有与北狄往来的亲笔信为证；其二，贪墨粮草，雁门关账册亏空巨大；其三，其女嫁入九王府后，九王病势日益门重，恐有内宅之祸。肃静，九王妃何在？你父被弹劾，你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父有3辩。黄口小儿也敢在朝堂上大放厥词？辩其一，此信所用纸张乃云文间，根据云文坊的出货记录，此间去年11月才首次问世，而我父亲驻守雁门关已经5年。敢问宰相大人，我父亲如何用去年的纸写3年前的信？只是府中旧存，偶有残存，并非不可能。好，就算只是旧存的。辩其二，信中约定县城日期为6月初8，是先帝忌日。正是6月初8，全城戒严，城门紧闭，所有边关将士素服致哀。边关守将岂会不知此日？写此信者根本不限京城规制，此人就在京城。此信乃他人伪造，本相也在追查，你空口白牙，拿不出实证。墨香印坊
东家名叫张勇，是宰相府管家张全的嫡亲侄儿。此印房仿制了我父亲的私印和宰相府的公章，这里是全部底单。这是栽赃。辨其三：粮草贪没，沈家商号承运雁门关粮草，每年多跑2趟雁门关，而恰好粮草每年短2成。负责考评雁门关守将的吏部侍郎赵静，去年娶了沈家的女儿为妾。嫁妆里有一间香料铺子，那铺子卖的香料正是北狄所产，这不是贪墨，这是资敌。用大梁的粮草换北狄的香料，利润经沈家商号流进宰相司库。全是你的片面之词，可有户部、吏部原件为证？陛下，沈相在朝30年，门生遍布天下。沈家商号承允雁门关粮草是户部公开招标的结果，并非私下授受。九王妃所言不过是推论，粮草换大的罪名，岂能凭几张纸就定案？是啊，陛下，香料生意是沈家的正当买卖，若是雁门关守将自己倒卖了军粮，反倒怪在沈家头上，岂不冤枉？张大人，您是户部的，您刚才说沈家承允粮草是公开招标，那我请教您一个问题：负责考评雁门关守将的吏部侍郎赵静，去年娶了沈家的女，敢问张大人，这是巧合吗？这婚书是真的？原件在吏部，您随时可以去查。赵静利用职务之便为沈家商号开路，以粮草换取香料，从中牟利。这条利益链我已经全部理清。这是沈家商号每年的运粮趟数，这是雁门关粮草入库的短少数额，这是赵静任职吏部的时间，3组数据完全吻合，不是推论，是铁证。诸位大人，这些卷宗是我一卷一卷翻出来的，每一个数字都有出处。我不只是想让我爹在边关不用再被人从背后捅刀子。你们之中有没有人也有亲人在边关？陛下，还有一件事，这些证据是一位纸坊掌柜用命换来的。他叫王德贵，在云文坊守了40年。他把账册交给我之后，被宰相府的人杀了，这是他的遗言。姑娘，这本账册在我手里压了10几年，我每晚都做噩梦。现在我不怕了，你拿去吧，替我告诉那些人，云文坊的纸不是用来写谎话的。启禀陛下，所有原始账册、户部的纳税底单、吏部的婚书档案、云文坊的纸样存档俱在此，与九王妃所呈分毫不差。李仙仙，都是你！我等了那么多年，他连正眼都不看我一眼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一出现他就笑了？沈若兰，你等的那个人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你，你等的不是他，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一个影子。你不懂，你不懂，我等了11年，11年！宰相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臣为官30年，今日既无退路，那就共赴黄泉吧。宰相大人，你的3000甲士昨夜已被镇南侯府亲兵与御林军合围缴械，兵符失效了。他当年也是这样站在殿上，看着我被逐出东宫的吗？我花了26年，还是输了。母后临死前，托人留了一句话给你，他说：“悔不该当年弑君。”他真的这么说？一字不差。我当年是真的喜欢他呀。你射箭的样子很像他。谁？他说的他是谁？
我母后。母后入宫前，宰相曾托人提亲，母后拒了。后来母后入宫，宰相也入朝为官。他以为母后选父皇是因为父皇是皇帝，所以他拼命往上爬，想要证明自己比父皇强。直到母后发现了他贪墨证据，他就下了毒。所以他说我射箭的样子像他，是因为母后出身将门，未入宫前是京城出了名的善射。父皇在秋猎上看到他射箭，一见倾心。那场秋猎，宰相也在。所以那天在城头上，我穿旗装扎马尾拉弓射箭的样子，让他想起了他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很小的时候，父皇告诉我的。他说，仇恨会让人变成鬼，母后是被仇恨杀死的，宰相也是。所以我不想变成那样。我去清剿残敌。我也去。宫门城楼是弓箭手的最佳位置。太危险，剩下的都是死士，不要命的。你守大殿，我守宫门。你欠我的大人情，今天还，活着回来见我。弓箭手，等我第一箭。放箭！仙仙，左边城墙有云梯。宫门外的叛军按昨夜布置解决，留活口，要口供。九王，你不是病？本王有病，但杀你足够了。爹，女儿没给你丢脸。仙仙，你的手。哥，你疼吗？不疼。我疼，但值了。顾淑音，没死，你也没死。你答应过我的，你说好的。你的手比我伤得重。母后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小儿子长大了。林昭上前听风，镇南侯府少将军林昭，此次平叛有功，即日起擢升为京畿卫指挥使，统领京城5万禁军，另赐金甲1副，御马3匹。臣领旨谢恩，但臣有一请，请陛下准许臣在京城任职期间，仍保留镇南侯府牵兵指挥权，边关未济，臣不敢忘。准。镇南侯林啸天镇守边关20载，忠勇可嘉。传朕旨意，加封镇南侯为镇国公，10亿3千户，赐九王妃之母侯夫人为1品诰命夫人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九王顾书一隐忍14年，查破逆党，功在社稷。即日起加封摄政王，协理朝政。九王妃林仙熙巾帼不让须眉，赐忠勇夫人封号，将金1000两，良弓1把。皇兄，臣弟有一请。讲。臣弟想携王妃赴封地养伤，他的太医院说至少需要静养半年。臣弟也想离开京城，过几天清静日子。准，但朕有个条件，每年过年必须回京。臣弟遵旨。陛下，不去送九王爷？朕这个弟弟从小不让人省心，可他选的这个媳妇儿，为了他把手都废了。太医院回禀，九王妃的手养半年能恢复，只是不能再拉重弓了。传朕旨意，九王夫妇即日赴封地养伤，封地的一切用度按亲王双倍供给，另外赐九王妃1把好弓。
还不睡？睡不着，你呢？也睡不着。明天就走了？以后不用装病了。以后也不用装了。顾舒然，你说如果我们没有接那道圣旨，我现在会在哪里？大概还在火的秋千上躺着吃葡萄，多你娘的规矩课。那你呢？我还在床上躺着咳血装病，等人来杀我。所以那道圣旨救了2个人。不止，你爹的冤情，边关的粮草，宰相的阴谋。如果那天你没嫁过来，这些事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。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涨月钱？月钱就算了，反正我的钱都在你那里。也对，那换个别的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要再瞒对方了。好，给你的。你原来的手弩在宫门城楼上丢了，我找人重新打了一把，轻一些，不伤手。舒言，我的名字刻在上面，这样你每次用它都能想起我。我每天都在看你，还用得着刻在弩上？用得上，万一哪天真打起来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看着它就知道我在等你回来。顾舒言，嫁给你是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决定。娶你是我这辈子最英明的算计。还说是算计？不算计了，以后都不算咱了。太后的信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京，不回。他说想你了，让他来封地，京城规矩多，还动不动有叛军，累。你也不闷吗？没朝堂，没仗打，每天就是躺着。顾舒言，我跟你说件事。我以前在侯府躺着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起来能干什么，练字绣花学规矩那些事儿，我觉得没意义，所以懒得做。我娘说我不争气，我爹说随他去，我就真的随他去了。后来嫁给你，一开始也是想躺平，但后来我发现有些事儿不能躺，比如我爹被人冤枉，比如有人要杀你，比如那些无辜的人，纸坊掌柜、城楼上的将士，他们把命押在我们身上，我不能让他们白死。所以我后来想明白了，我不是懒，我只是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以前练字绣花没意义，我就不做，但保护家人和你在一起，这是最有意义的事，所以我做了，拼了命的做。我知道，所以你别嫌我懒，我只是把力气花在了该花的地方。我什么时候嫌你懒了？我巴不得你多躺会儿，你躺着我才能安心做饭。你是在说我碍事？我是在说你躺着的样子最好看。油嘴滑舌。岳父的信，他说下个月回京述职，想顺路来看看我们。让他来，正好教教他外孙射箭。外孙？我还没怀，但迟早的事儿，先预约上。你倒是会安排。我这叫有钱见。仙仙，你又躺着，都嫁人几年了，还这副德行。娘，您换个角度想，我躺着也是王妃，又不会跑，躺着还省粮食，比那些整天让夫君操心的王妃划算多了。女婿，你管管他。岳母，您别怪他。当年我要是不娶她，现在还躺在床上装病；娶了她，病好了还会做饭了。算下来是我赚了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一个装病，一个装懒，到头来倒是绝配。娘，晚上吃什么？红烧肉，多放辣。知道了。琳琳不知道能不能吃辣。琳琳，顾淑明，你连女儿的名字都想好了。顾淑妍，你欠我的大人情，今天该还了。我还欠你什么？你欠我的月钱还没结，5倍，从4年算起，加上利息。我把庄子抵给你，不够，那把我也抵给你，这还差不多。以前天天装病，现在天天腻歪，也不知道哪个更累。